寿终正寝后，我重生在了大学时期。看到陈吉，我习惯性的黏过去索吻，早安老公。察觉到他身体猛然一僵，我才惊醒，坏了，这个时期我和陈吉还是死对头来着，真死对头，恨不得对方消失在世界上的那种。我和陈吉6岁就认识了，但直到36岁我们才在一起，打打杀杀啊不，风风雨雨过了50年，最后我合上双眼时，十分安详，没有痛苦，也没有遗憾。因此我想不通，怎么在一睁眼，人又回到了大学时期？重生剧本找错人了，我也没有要复仇的对象啊。不过眼下实在没空思考这个问题。陈吉正抱着手臂倚在一旁，好整以暇的逆着我，哑巴了，他在催我给刚才的荒唐行为一个合理解释。5分钟前我迷迷糊糊醒来，看到陈吉，下意识伸手搂住了他的腰，将脸凑到他颈间蹭蹭，撒娇索吻。他震惊到整个人都僵住了，好半晌才猛地把我推开。该怎么解释？这其实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习惯造就的条件反射，解释不了一点。这会儿妖真和他说我俩好了大半辈子，每天早上都这么干，他100%会敲锣打鼓把我塞精神病院去，毕竟力大无人不小。陈吉和于战势不两立，水火不容。我挠了挠头，随口扯道：做春梦了。他嗤笑一声：你做春梦喊老公？刚才索吻时确实喊了一声老公。他见我不语，嘴角嘲弄意味更深。于战，我真没想到你竟然喜欢男人，还骚的没边，在梦里都叫春，这么洋怎么不拿根擀面杖捅捅？好难听的话，血压在疯狂飙升，下意识摸口袋，摸了个空才反应过来，现在我才20出头，不需要吃降压药。你闭嘴，闭嘴凭什么？他又笑了，我偏要嚷嚷，嚷到全院都知道，看你还怎么势在必得。我一正想起来了，这个时间点，我和陈吉正在争特等奖学金，我在一个国家级竞赛里得奖，加了学分甩开陈吉一大截，忍不住和他嘚瑟这次势在必得。同性恋在这个年代还太超前，真传出去恐怕会演变成作风问题，取消评奖资格也不是不可能。烦躁倒不是在意那笔奖学金，而是陈吉此刻的态度，阴阳怪气，咄咄逼人。心里明白目前我俩关系的确不好，他也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，不知道今后会有多爱我。他没有错，可被爱人这么说，我还是有点难过。你去嚷嚷吧。我闷声点头，缩回被窝，我要继续做梦了。梦里的陈吉还在等我，慢着陈吉瞪大眼，一把攥住我的肩膀，把我从被窝里薅出来。谁你他妈春梦对象是谁？听到是你的回答后，他脸色和吃了屎一样难看，仓皇回了自己宿舍。我睡了一觉，可惜没有做梦。醒来后天色已暗，室友开了灯，白炽灯泡悬在电线下，晃晃悠悠，牵扯一世光影，竟然还在这里，还以为一觉醒来回棺材里头了呢。不过原来的时间线里，我应该已经变成一坨灰了吧？和陈吉的掺在一块，封在水泥板下。我俩没有领养小孩，也没有养宠物，自然也不会有人来祭拜。想得出神，室友提醒我，还不去洗吗？澡堂要关门了。我应声慢吞吞起床，拿起脸盆毛巾，他拉着拖鞋往澡堂走，心态还没适应这副年轻的肉体。我走得很慢，到了门口，滚滚潮气与热意迎面而来。我一眼就看到了陈吉，他的帘子只拉了一半，正在冲身上的肥皂泡沫。昏黄灯光下，冲击性极强的肌肉线条柔和不少，但还是在我脑海中炸开了烟花。我能感觉到心脏竖地狂跳起来，炙热血液涌向四肢百骸，整个人好像被激活了。36岁那年，我和陈吉分别爬到了2家互联网公司的领导层，两人的较量指标从成绩排名变成了公司市值年度利润。一次商业宴会，我俩都误喝了不干净的酒，又阴差阳错的被关在一起。下药的那一方原本要整得另有其人，他们可能没想到，2个30好几的人和小学生一样莫名其妙比起赛来，把托盘上的酒喝光了。那晚我和陈吉为了谁当擀面杖打得不可开交，后来我体力不支落了下风，被他压到天亮。事后我哆哆嗦嗦挽尊，好烂的技术，陪我2个项目这事翻篇。陈吉罕见的没有回呛，他沉默的掐灭了烟，过来帮我穿裤子。1个礼拜后，他在我公司楼下堵我，项目陪你，但我不想翻篇。如今想来，我们的开始算食髓知味，欲罢不能吧。可惜没吃上几年好的，就步入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中年。回过神时，我已经在陈吉身后站定，他似有察觉，扭过头，瞳孔骤缩。卧槽，你干嘛？我不理睬他的慌乱和恼怒，视线一寸寸下移，落在他窄窄的腰上，想摸摸。我还没摸过20岁的陈吉呢。事实上我就这么干了。于战他猛地扯开我的手，你他妈醒一醒，还做梦呢？力道很大，搞得我很疼。我顿时有点委屈，陈吉你不能这么对我。他傻眼了，声音都急上不少。我怎么你了？明明是你在我洗。哦，你说下午的事，我一个人都没说，不太听得进去。他呼吸急促时，小腹起起落落的，肌肉更漂亮了，下巴被钳住，我被迫仰起头，不许盯着看了，水汽蒸腾，陈吉的脸几乎红透。我又开始看他因吞咽滑动的喉结，好性感想作，目光太过直白。他反应过来，气急败坏的掰着我的脸面向墙壁。我真服了于战，你是不是中邪了？让你妈请个大神给你驱一驱。不用请大神，我艰难的发出声音，你和我搞一发就好了。陈吉大概石化了那么几秒，连呼吸都停了，接着方寸大乱，着急忙慌把我往外推。你疯了，离我远点。他推搡的毫不留情，我踉跄一下摔坐在地上，还没来得及喊痛，门口突然哐当一声巨响，一个同学丢下搪瓷脸盆，转身大声摇人。陈吉和于战打起来了，因为在浴室打架，我和陈吉的评奖资格均被取消。他大概实在没法把于战想和我搞男关系说出口，没有申辩，这就是你的目的。杀敌1000，自损800万，你至于吗？我趴在床上，屁股还时不时一阵抽痛。给我倒杯水。你使唤谁呢？我舔舔嘴唇，我想喝水。陈吉沉着脸，语气实在算不上友善。水杯呢？早几天没洗了，热水壶没水了，不知道灌。他骂骂咧咧出门，没多久提着一壶水回来。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，陈吉，昨天你为什么在我宿舍？他倒水的动作顿了下，你室友说你一直没醒，来看看你死了没？则真失望。水杯递到面前，我没接，努力撑起上半身凑过去喝，嘴唇刚挨到杯口，陈吉猛地往后一撤，你他妈没手还要我喂？老夫的又不是没喂过，我50多岁住院那会儿，你还把屎把尿呢。我抿了抿唇没吭声，接过水杯慢腾腾喝了一口水，刚咽下，屁股又发作了，这次痛得比较久，我忍不住哼哼唧唧，太烫，我加过冷水了。手一空，陈吉把杯子拿了回去，明明正好，你是不是又想了我？乌陈吉，我揪着床单倒吸气，你帮我看看屁股是不是紫了？怎么今天比昨天还疼？陈吉没应话，我小心翼
依依仰起头，对上他复杂的眼神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自己看不到，我看了有什么用？你能立马活蹦乱跳了还是怎样？话是这个道理，说出来怎么就这么让人失落呢？我将脸埋进枕头，算了，你走吧。陈吉真的走了，很果断，一秒都不愿停留。听到关门声，心口泛起浓浓酸涩，不该对这个年纪的陈吉有所期待的。等室友回来，让他帮我看看吧。要是情况不对，得去趟校医院。没想到室友还没回来，陈吉回来了，身后还跟着校医。校医开了瓶活血化瘀的药油，并将抹药这个任务交给了陈吉。陈吉跳脚，凭什么是我？就凭你俩在一张通报上，你敢说他不是你打的？陈吉几度张嘴，又把话咽了回去。他认了，只是涂药的时候力度明显带了点私愤。好痛，你别这么用力熬啊！嘴巴被他捂住了。陈吉眉头紧锁，咬牙切齿，你叫床的能不能别这么恶心？睫毛被沁出的眼泪沾湿，我垂下眼，连哼都不哼了。他手上动作停了下，轻啧一声，别开眼，火速完成了涂药任务。洗完手出来，见我还保持着刚才的姿势一动不动，又过来轻轻踹了下床脚，说你两句还说坏了，你声音那么大，宿舍就俩人，也不想想别人听到了怎么办？我此刻的角度正好直面他的腰胯，蓝白海军衫白色西装裤，窄窄的棕色皮带勒出完美腰线。当年只觉得陈吉追时髦抢我风头，现在他可真好看。虽然36岁的陈吉也好看，56岁的陈吉也好看，但此刻的陈吉年轻朝气健康。我突然愣了愣，为你聋了？陈吉在我眼前晃了晃手，我回过神望进他的眼睛，浅棕色澄澈明亮，有话直说，盯着我干嘛？我脱口而出，我想摸摸你的。摸什么？你摸完了轮到我了。他猛然止住话头，一退2米远，又惊又恼。于战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他妈是给你上药，不是摸你屁股。你没摸那是上药，你没摸。陈吉在开口时明显有气无力，带着几分妥协。摸了，但那是为了上。我打断他，我想摸摸你的。他抿紧了唇，僵持很久，挪动步子走过来，一针给摸。刚伸出手，手腕被他捏住。于战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他将我的手按在床上，空出一只手贴了贴我的额头。昨天发烧了，你这个样子不像在捉弄我，更像烧糊涂了。以前你都懒得和我说话，我呼吸过的空气你都讨厌。曾经我们互相讨厌到这个程度吗？太久远了，不仅是上个世纪，还是上辈子的事了。这种情绪不太记得了，我只记得后来我们相爱时，每一天都亲不够，他的一切我都喜欢。好吧，其实我不想摸。陈吉愣怔一瞬，舒了口气，眼神却莫名暗淡。我就知道你在耍，我想和你上床。我在他的震惊中自顾自往下说，我一点也不讨厌你，你是我唯一能接受的男人，只有你可以打开我的身体。于战，陈吉拔高音量喝住我，脸涨得通红，额角青筋凸起，胸腔剧烈起伏。你知不知道羞耻？要不要脸？这种话怎么说得出口啊？这就羞耻了。我还没开始说呢，可惜陈吉没再给我机会，他逃得相当狼狈。我发了会呆，心底漫起懊悔，思维习惯老司机似的口无遮拦，完全忘了现在的陈吉还是纯情男大。刚才的话冲击性太强，他肯定受不了，可他就在我眼前，我不想等到36岁了。校医的药油很管用，睡了一晚就能正常走动。我干脆起了个大早，买好早饭送到陈吉宿舍。他的室友看到我，立刻警惕起来，你们要打出去打，别连累我啊！不打，吃油条还是葱卷？他不敢吃，怕我下毒，借口晨练飞快跑了。陈吉也想跑，没跑成，裤子穿了一半被我堵在床上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送早饭啊，很难理解吗？此刻的他有种睡眼惺忪中被强制启动的茫然感，很可爱，好想亲，忍住不能把人吓跑，要循序渐进。我开始有事没事往他宿舍窜，要到他的课表，厚着脸皮和他一起上课。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，我解释得很官方。经上次一事，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错误，同学间应该团结友爱，不攀比，不争斗，学雷锋树新风，遵循5讲4美3热爱。陈吉同学一定也认可，我们在努力成为好朋友，同心同德向未来。老师很欣慰，同学们也很欣慰。陈吉给我甩脸子就显得有些不知好歹。陈吉，人家于战被你打了还这么有觉悟，你度量咋就这么点？对啊，他一个大男人，放下面子每天围着你转，你还想怎样？不是我说，他是被你连累了吧？于战学分可比你高。陈吉不语，暗地里把我摁墙上，说的那么冠冕堂皇。他们知道你心思有多龌龊吗？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，惊喜于两人现在的姿势。哇，壁咚好怀念。他一愣，什么是壁咚？就是我们现在的姿势。按发展，接下来你就要吻我了。陈吉原本恶狠狠的表情瞬间瓦解，触电般火速松开我。谁要吻你了？结结巴巴，手足无措，可爱死了。不亲嘴也行。我伸出食指勾在他的皮带上，缓缓蹲下身，扬起脸看着他，下巴有意无意的蹭过那块布料。陈吉，你多久没释放了？他完全被这句话砸懵了，呆滞着没有反应。得一不小心又过火了，但说都说了就继续吧。目前他还接受不了取悦我，难道还能拒绝我主动取悦他吗？指尖叼住拉链，刚往下拉到一半，他动了动的宛如刚组装完毕，未经调试的机器人全身紧绷，僵硬的推开我的脸。于战，我求求了你正常一点。我很正常啊，倒是你。我无辜的拖了长音，太敏感了吧？他的喉结不自然的翻滚2下，显然意识到了我在说什么，一时不知该继续挡着我脑袋，还是捂自己当。手忙脚乱一番，只匆匆撂下一句：我要回去上课了。同手同脚，耳根红的能滴血。奖学金公示结束那天，原本排第3的同学忽然要请我吃饭，我稍感意外，很快接受。毕竟要不是我和陈吉被取消资格，这笔钱绝对轮不到他。接受也不是贪图一顿饭。陈吉躲了我好几天，我正愁找不到借口继续勾引呢。进了小饭馆才发现陈吉并不在，他不肯来。那同学为我烫好碗筷，拘谨的笑了笑，我只请了你。我家菜的手一顿什么意思？很快我就明白他的不自然和局促源自什么。他竟然就是浴室门口撞破我和陈吉的人。那日场面混乱，我屁股还痛得要死，没顾得上看是谁，不过看了也记不住，本来就没交集，我在门外都听到了，知道你俩不是打架。他吞吞吐吐瞄了我一眼，但我真的很需要这笔钱。他家境贫寒，相依为命的妹妹又生了病，走投无路，本打算辍学打工，却意外得此一石二鸟的机会，实在对不起，以后我赚了钱一定会还给你。还就算了，不是谁都可以耍小聪明拿到特等，你本身就有实力，但本来应该是你拿，你本来也可以把这事烂在肚子里，但他还是选择和我坦白了。我笑笑伸手开了瓶酒，小饭馆里人声嘈嘈，热气混着油烟，氤氲成雾。他又到了次欠，开始絮絮叨叨家里的事。我突然问他，你不觉得我恶心？他愣了愣，摇摇头，每朝每代都有这么
正常，思绪忽然有些恍惚。我和陈吉资助过很多人，有些人执意当面感谢，但看到资助人是对同性情侣后，大变脸色，仿佛钱都脏了。也有一些人打听到我们没有子女，千方百计把自家孩子往我俩户口上塞，为了今后继承不菲遗产，明明都过去了也看看了，此刻竟因为一句正常红了眼眶，没忍住喝的有点多。同学结完账搀扶我往学校走，我借着倚在他身上的姿势，悄悄往他兜里塞了一点钱。看这个天好像快下雪了。闻言我抬起头，墨蓝天空被交织的电线分割成小块，每一块看起来都沉甸甸的，酝酿着一场雪。应该是哈出去的热气凝成了纯白的霜雾，雾气消散，我看到了前方的陈吉，他双手插兜伫立在巷口，身后是五颜六色的霓虹串灯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与我凝望2秒，又冷淡地瞥了一眼我身旁的人，一声不吭扭头就走。我迟钝地反应了好几秒，脚步虚浮地追上去。同学在身后喊：“于战，你当心点！”顾不上回他，因为陈吉走得更快了。陈吉，我试图叫住他，声音从巷子这头荡到另一头。陈吉身形顿了顿，并没有停下，他的背影越来越远。我慢慢停下脚步，扶着墙喘气。整顿饭都沉浸在往事里，不知不觉往嘴里塞了太多，此刻胃里翻江倒海，冷风还直击脑壳，大脑又晕又胀，好难受。但这些都比不上心里的难受，心脏好像炸开了一泡酸水，皱皱巴巴不得舒展。我又想起那次宴会，那种商业应酬对我们来说是家常便饭，但不管什么场合，陈吉都会保留最后的理智。他知道我酒量不好，喝完一吹风就上头，一上头就很难受。他要清醒地带我回家，给我煮解酒汤，换衣服，拥在怀里按揉太阳穴，拍拍被照顾起夜。那时候我的后背总有依靠，宽阔的、坚实的、温暖的，而不是被这样的冷风贯穿。胃还能走吗？呼啸的风声忽然被按下暂停键，有人挡在了我身侧，流失的热意在一点点重归身体。我迷迷糊糊的扭过头，视野朦胧，依旧一眼认出是陈吉。他板着脸警告我，要是被我发现你还在耍我，我真的揍你。我愣了好一会，被莫名的委屈感狠狠袭中。陈吉，你不要我了，你怎么可以抛下我呢？我们说好要一起走，你是大骗子，一声不吭就走了，一句话都没有给我留。你知道最后几年我过得多煎熬吗？我每天都想早点去找你，又怕去早了被你说。最后医生说放弃的时候，我好高兴，我终于可以放心的来找你了。陈吉附上我的手腕，蹙起眉，于战，你在说什么？陈吉滚烫的眼泪从眼眶滚落，我揪着他的衣领，控制不住的抽噎。我好喜欢你。面前男人身体明显一震，原本散漫的神情蓦地凝重，半晌又泛起一抹自嘲的笑，和一边说喜欢我只能接受我，一边和别的男人搂搂抱抱。你他妈说话和放屁一样，嘴里没一句实话。不是的，我想解释，可一张嘴，身体忽然涌起一股不妙的感觉，想转身已经来不及了。哇的一下，今晚吃的喝的全吐在了陈吉身上，他的脸色难看到了极致，咬牙切齿，一字一顿。于战，这就是你说的只对我打开身体是吗？我不知道后来陈吉怎么把我弄回宿舍的，醒来脑袋还有点宿醉后遗症，整个人晕乎乎。室友给我递来杯水，朝我挤眉弄眼，你俩真冰释前嫌了。这句话消化了好几秒，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陈吉。人一路给你背上来，只穿了一条毛衣，冻得都发抖了，还特地嘱咐我等你醒了给你喝点温水呢。话说你俩哪儿喝的酒啊？赶明儿个带我去呗。温水淌过喉管，不是敢缓解不少。我敷衍几句，下床去找陈吉，他不在难道还在躲我吗？可恶，昨晚是不是又说了出格的话？想不起来，捂着脑袋努力回想，肩膀忽然被人拍了拍。于战传达室有电话找你，电话是家里打来的，让我回家一趟。大巴开到半路，窗外飘起了雪，车上有人在感慨，今年初雪下的早，明年收成一定好。初雪，大脑突然一凛，窗外纷飞的雪在视野里变得模糊。陈吉比我早离世5年，那也是一个下雪天，我俩在阳台围炉煮茶，烤花生，烤年糕。陈吉看窗外雪停了，说要出门买点砂糖橘。我看别人都这么烤，我们这炉子太空了。毫无意义的一句话，成了我们之间的最后一句。他在雪地上摔倒，再也没醒过来。医生说大概是旧疾发作，老年人随便一摔都很致命，很遗憾，但没办法。陈吉的腿有旧疾年轻时留下的，日常行走没有问题，但遇到刮风下雨寒冷天气就会疼得厉害。我知道他的伤是怎么造成的。我家曾被小偷闯了空门，正好还没睡的陈吉看见了，追上去拉扯时，气急败坏的小偷拿铁棍敲断了他的胫骨。那天也是出血日是今天，我和陈吉6岁就成了邻居，两家父辈因单位分房问题大吵过，关系一直不好，基本不往来。小孩子没什么恩怨概念，一切想法都潜移默化来自家人，家人说是坏蛋那就是坏蛋，固有印象一次次加深。我和陈吉也成了势不两立的死对头。此刻我敲响了他家的门，他的母亲看到我十分诧异，阿姨好，我找陈吉。我下了车一路跑过来，努力平复呼吸，还是喘得厉害。他愣愣地看向身后，陈吉正在吃饭，昨晚我喝醉了倒在路上，陈吉见义勇为送我回宿舍，我想当面感谢他。他送你，你们不是刚打过一架？我灵光一现，是这样的，那个奖其实对我们意义不大，但排在我们后面的那位同学特别需要这笔奖金，所以我和陈吉特地演了场戏把奖让出去。他显然没那么好忽悠，面存狐疑，正纠结该怎么继续往下扯。陈吉的声音传来，妈，就是他说的那样。和陈吉在一起时，这边的老房子已经拆了，我还是第一次踏入承载他童年记忆的房间，满心新奇，东看看西看看。哇，你这个照片是什么时候的？好可爱！这个棋盘是不是大附小旁边那个棋馆买的？我也有。这条衣服怎么没见你穿过？怕和我撞款。陈吉倚在我身旁的柜子上，打断我，什么是特地跑我家里来？我笑嘻嘻来感谢你啊。少来关心你，听说你昨晚冻坏了。和他轻嗤一声坐到床上，冻不死。好吧，我是来道歉的。陈吉抬眸瞥我一眼，这下倒是不吭声了。昨晚想到伤心事喝多了，控制不住，不是故意吐在你身上。他冷漠的应了一声，顿了顿又问，因为奖学金没了吗？伤心事，怎么重点在这儿？当然不是关于奖学金，刚才和你妈妈说的话有一半是真的。和我吃饭的就是那个同学，他确实很需要那笔钱，我们就当助人为。讲着讲着我停了下来，心脏砰砰跳。我凑过去试探着问，你很在意我？别自恋了，那你讨厌我吗？陈吉移开目光，你讲完了吗？我想睡觉了。昨晚上铺漏水，我一夜没睡。我一错不错的注视他，伸手捧住了他的脸，你会喜欢我的，像我喜欢你那样喜欢。赶在他发作前，飞快的在他唇角啄了口，今晚早点睡。我借口肠胃不适，没和家人一起去外地喝喜酒，今晚就不
准备睡了。年纪大了就是糊涂，我怎么会没有遗憾呢？遗憾可太多了，重来一次，这种无望腿疾就为他避开吧。隐约记得小偷是0点10分上的门，考虑到出警时间，我提前10分钟用家里电话报了警。没想到刚挂下电话，门口就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，心里一咯噔，来这么早吗？不过我事先反锁了门，还插了销，应当是进不来的。动静持续了1分多钟，停了下来。我猫腰蹑手蹑脚走到门边，屏息听了好一会，外头好像没人了，尝试失败放弃了，慢慢直起腰，耳朵突然捕捉到咔嗒一声响。如果我80多岁，我会告诉自己弯腰久了，身体里的骨头不听使唤了。但现在我才20出头，我知道家里进来人了，在楼上。妈的，这贼踩点踩得真好，应该盯了我家有段时间。知道2楼有扇防盗窗坏了，我在躲起来和立刻开门逃出去之间纠结，头顶的吱呀声愈来愈近，那人走楼梯下来了，心脏简直快要跳出胸腔。慌乱中我钻进桌布下，往后坐时靠到了椅子，发出了短促的一声响。我死死捂住嘴，紧要关头突然想起来插销还没打开，这种只能门内操作的东西，不是明晃晃告诉他家里有人吗？暗自祈祷他是个胆小怕事的。意识到这点后，尽快走人。血已经积了起来，屋里映着血光不暗，我清晰看到那人的布鞋。走下最后2阶，腰侧挂着一个破布包，隐隐透出里头东西的形状。我的收音机好像还有几块奖牌，他在拆楼下的电话机了。这个年代没什么好偷的，带点金属的器饰都能换钱。我有些焦躁，因为下雪嘛，出警好慢。看到那人夹着我家电视机往外走，我才松了口气。算了，破财消灾，至少人没事。心刚落了一半，屋外忽然传来咯吱的踩雪声，很清淡很稳。小偷显然也听到了，迅速往大门走。看到插销，他愣了下，只是一下很快打开拧动了门。寒风裹挟着雪花灌进屋内，桌布被吹起。我看到了此刻最不想看到的人，不是让他早点睡了吗？陈吉站在门外，声音和这个雪夜一样冷。把东西放下，我连滚带爬的从桌下钻出来，朝陈吉大喊：“你离他远点！他带着家伙事儿。”后来的一切发生的太快，争斗中扬起的雪和天上落下的一样纷纷。世界好像按下慢放键，肾上腺素控制着身体，大脑只有一个念头：陈吉不能受伤。警笛远远传来，仿佛一个信号，力气突然从身体里流走了。我腿一软，跌坐在地上。陈吉很快扶住我：“你怎么在家里？”顾不上回答，我急于确认他的状态，上上下下摸了一通，还好没有受伤。别摸了，我没事。他攥住我的手腕：“你手破了，去医院。”我愣愣看向自己的掌心，火辣辣的痛觉这才攀上神经，后知后觉的倒吸了口气，蠢的可以不知道撒手，不敢撒手，撒手后铁棍会挥向我爱的人。我们在一起时，距离这件事已经过去10几年，一切印象都变得模糊，知道他留下了后遗症，触动也没有那么强烈。可现在我很想问陈吉，你干嘛要多管闲事？明明那么讨厌我，巴不得看我东西被偷才对。陈吉把我扶上车，谁让我没睡着？正好看到了呢。你没睡着的时候在看我吗？他啪的一下把门关上了，包扎好伤口，做完笔录。已经到了后半夜，家人接到通知，正在往家里赶。陈吉和我在路口道别，我仍心有余悸，想让他留下来陪陪我，可他的妈妈在门口等他。那你早点睡。我慢吞吞往回走，上台阶进门，门关上的那一瞬，一只手突然伸过来扣住了门板。看你这么可怜，勉为其难陪你一下。我的床上只有一个枕头，陈吉合衣躺在最外侧，连被子都不盖。我孤勇过去掀开一个角，你不冷吗？不冷，可是我冷，手上流了好多血，身体冷冰冰的，一个人都不能把被子捂热。我说的可怜巴巴。陈吉终于动了动，但仅限于进了被窝，离我老远。陈吉，我害怕，你能不能过来点？和他冷哼，你怕个屁，刚才就数你打的最疯，小偷都被你吓死了，怕你受伤吗？我小声嘟囔，真小气。我小气。陈吉笑了，你白天对我做那事，我没一拳招呼过来已经够大方了。我装傻，我做啥了？床板吱呀一响，陈吉侧过了身，眼眸黑沉想赖账。我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。陈吉深吸一口气，语调硬邦邦，你亲了我一下。哦，我应完一声便没再说话。房间安静下来，只有2人的呼吸声和窗外扑簌簌的落雪声。半晌，他忍不住开口，就这一句，我在思考呢。思考什么？你后悔了？思考要是现在我还亲你，你会不会一拳招呼过来？陈吉闭上了嘴，你会吗？陈吉不说话，我慢慢凑过去，一点点靠近他的脸，近到2人呼吸纠缠。我现在是伤者，你不能揍我的。陈吉还是没吭声。我极轻的在他唇上贴了贴，像羽毛一样轻，清晰捕捉到了他睫毛的震颤，以及顷刻乱了节奏的气息。喜欢吗？他的嗓音哑了不少，真恶心。哦，那你把嘴巴张开。陈吉的目光在一片昏暗中牢牢锁定我，干什么？给你吃点更恶心的。时隔多年，由我主导的一个吻。20代的陈吉和20代的于战，年轻的身体就是好使。被窝里很快热得不行。陈吉在我的催促下一声不吭脱了衣服，明明深吻时他挺动情的，不知咋的突然开始低气压，应该是害羞吧，我无暇深究。此刻紧张的要死。既然当初陈吉是睡完开窍，那么今晚对他来说必须是一场完美的初体验。上辈子加这辈子我都没这么卖力过。可我越浪他越平静，以你情势几乎成了我一个人的独角戏。在重要关头，他忽然推开我起身，我看你也不冷了，那我回家了。狠狠傻眼，本还想纠缠，楼下忽然传来爸妈的声音，只能仓促中断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带着爸妈准备的水果礼品去陈吉家道谢，却得到了他早就回学校了的答复。到底是哪里出了错？不至于害羞到这个地步吧？我火速杀回学校去他宿舍堵人。陈吉眼下泛着一抹青，一看就是压根没睡。你什么意思？睡了人就跑？他扫了我一眼，视线飘忽，又没做完，这是半路退货。我被退货了，简直是奇耻大辱。我揪着他的衣领，把他按在床上。陈吉，昨晚我发挥不好，再试一次。他偏过了头，避开了我的吻。我咬牙切齿，把他脑袋掰正。你他妈有本事就揍我！这次撬开唇齿相当费劲，直到尝到血腥味，他才松了劲。放我进去作乱太过投入，没听到宿舍门外动静。陈吉一把把我推开时，门正好打开，他的室友哎呦哎呦的进门，没注意到我俩。我默不作声撤开距离。怎么了？他龇牙咧嘴。水房那节路结冰了，妈的没留神摔了。我想起校医的药油，我上次用的药还剩一半，给你拿过来。回宿舍抹了一把脸，拿上药回去时，他已经在床上趴好。谢谢你啊，之前对你有误解，你人真的挺好的。轻点哈，这是让我给他擦，擦就擦吧。我在他床边蹲下身，正要拧盖子，手肘忽然被人抓住，药瓶被抽走丢在室友面前。陈吉冷着脸把我往外拽，你干嘛？你室友还等着。
陈吉把我拽到楼梯拐角才松手，我转动了下手臂，有点不爽。年轻人火气真大，动不动就生闷气，成熟男人都是有话直说，根本没这弯弯绕绕。你在拿我和谁做比较？我愣了一下，僵硬的抬起头，他的眼眸宛若一片深海，翻涌着我读不懂的情绪。我没，别不承认，我感觉得到，心间猛然一颤。昨晚好像确实说了，你怎么这么笨，不会动吗？这样的话，我是第几个？陈吉逼近一步，凛冽气息瞬间将我裹挟。我是你玩弄的第几个？你这么熟练，在别人身上练出来的吗？大脑数地空白，我只顾着尽快让陈吉接纳我，完全没注意到他的情欲早早退潮，翻涌而起的是不安和踌躇。眼前的于战还是于战吗？他的行为轻佻的像另一个人，另一个久经情场的人。他口中的喜欢是真的喜欢，还是一张肉体关系的门票？接受之后呢？自己会像之前那些人一样被抛弃吗？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只能嗫嚅摇头，言语苍白，没有玩弄，也没有别人。陈吉始终沉默地注视着我，有几人提溜着热水壶，吵吵嚷嚷从楼下上来。他轻轻揽过我，将我让进里侧。我呆呆地看着他的下颌线，听到自己问：陈吉，你是喜欢我的吧？他微微偏过头，重要吗？很重要，很重要的。陈吉当晚我做了个梦，梦见自己躺在雪地上，雪花从灰色的云层里飘飘悠悠而下，而周围是散落一地的砂糖橘。我猛地坐起身，身边并没有那个人，白茫茫的雪地只有我自己。陈吉刚走那2年，我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大脑，执着的一遍遍幻想他最后看到的是什么，心里想的是什么。后来我不想了，只等着医生尽快给我判死刑，我好自己去问他。梦里的我重新躺回雪地，盯着天空发呆，然后在某一瞬，我听见了他的声音。我没过够于战，我们爱得太迟，错过太多。我想和你从头来过。我买了早饭，敲响陈吉的门，他室友给我开门，眼睛一亮，谢谢，我要葱卷啊，不好意思，没买你的，这份是陈吉的。陈吉坐在床边，掀起眼皮看我一眼，继续穿衣服。他室友哀嚎2声，披上外套。你们简直冷血，让伤者自己上药，还让伤者自己买早饭。我催他再不下楼，葱卷就卖完了。他骂骂咧咧的跑了。我把桌子拖到他床前，在他对面坐下。陈吉，重新认识一下吧，我叫于战，是你邻居发小同学竞争对手，现在是你的追求者。这是我第一次谈校园恋爱，原谅我的弄巧成拙，我会改的。他盯着我第一次，我点点头，你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。陈吉垂下眼，伸手拆早饭。我假装没看到他压不下去的唇角，继续问，上次在你房间看到棋盘，你喜欢下棋吗？周末要不要一起去棋馆？他慢慢的喝了一口豆浆。我现在不喜欢下棋，那喜欢什么？他想了想，看电影。那正好。我从兜里掏出2张宣传报，这部怎么样？武打片。豆浆热气氤氲在我们之间。陈吉一瞬不瞬的看着我，你是认真的？当然。为什么？因为喜欢你，想在36岁之前从头来过。陈吉微微蹙眉，为什么是36岁？我神秘的朝他眨眨眼。36岁之后，我和你讲一个故事。